2月10日，大年初一，在摩洛哥第5天，早晨7点钟到酒店餐厅的时候，外面还是一片漆黑。8点半楼下集合。今天全天在费斯活动。费斯蓝色皇城是摩洛哥4大皇城之一，有3个城区：老费斯、新费斯和新城区。离开酒店，我们直接来到新费斯，这就是新费斯当时的城门之一。巴布阿米尔大门。1276年，当时的王朝为了扩建费斯，建了一个新费斯城作为王朝都城。新费斯包括皇宫、军营和住宅区，还有梅拉，就是犹太社区。新费斯中的皇宫又叫阿尔马赫山之家，今天它依然是现今国王的行宫之一。皇宫不对游人开放，它的大门倒成了景点。皇宫有7道大门，正中的那道是国王专用。大门上的图案由摩洛哥3种主要文化元素构成：波柏尔人的花朵图案、阿拉伯的几何图案和犹太人的大卫星图案。传说情侣一起摸一摸大门上的门环，就能天长地久。有人说大门是包金的，也有人说是黄铜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皇宫大门的的确确为我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庇护，稍遮风雨与门洞之下。雨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。我们踏着雨水离开皇城，去往下一站。皇宫广场的对面就是犹太社区。You can see rainbow. Good sign. It's nice weather. The following days. 途中，一道彩虹横挂在费斯上空。导游说，彩虹会给我们带来运气。这以后，天天都是好天气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费斯老城南面的一个高地，这里有一个古堡，在这里可以眺望费斯老城全景。费斯的工艺品，像是皮革和陶瓷，在摩洛哥很有名气。参观这些作坊，再挑上1、2件心仪的物件，恐怕是大多旅客到费斯旅游的保留项目。我们现在就到了一个前厂后店、产销一体的陶瓷作坊。店员说，在摩洛哥，用来烧制陶瓷的粘土有4种颜色：红、黄、白、灰，其中以灰色粘土为上品。The green is the best because it's volcanic, organic, and lead-free. 本店所有产品仅用上品灰色粘土烧制，用着炊具，不仅可用于微波炉、电炉、煤气炉等各种炉灶烹饪，而且绝不含铅，无重金属污染之虞。成胚干燥后，经过精修、抛光，工匠再一笔一画，手工勾画出各种当地阿拉伯或是波柏尔风格的图案，然后上釉烧制完成。色彩缤纷的图案只用5种天然矿物质原料：铁、铜、锰、褐石和钴蓝。Please, here we have just 5 colors. We have iron, copper, bronze, manganese, and 钴蓝当地又称菲斯蓝，所谓蓝色皇城可能就是由此而来。All the purple color in the oven change completely turns blue. 在这里还第一次看到马赛克的制作过程。摩洛哥的建筑上大多装饰有各种图案精美、色彩缤纷的马赛克，原来那都是这样，在工匠手中先一锤一锤地敲出各种形状。最后，凭着技艺和经验，从反面拼装出各种繁杂缤纷的图案。No more, and he works by the upside down. 展销厅里各种陶制成品琳琅满目，店家更是卖力推销。欢迎旅行团的光临，所有商品8折起。买了个塔吉锅，价格嘛，您明白，肯定不便宜。人家毕竟介绍了半天。再说，店家不是说了吗？他们的作坊在当地还常有扶助贫困的善举。费斯老城历史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，
它与新费斯一起，在1981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穿过这条狭窄的巷道，我们进入了老城。老城据说有9000多条这样的小巷，它们纵横交错，密如蛛网。导游戏称，在这里一旦走失，等找到你的时候，说不上就是几年后的事情了。小巷越走越暗，支撑两边建筑的木梁一不小心好像就要撞到头顶。跟着导游，我们来到一家皮革店，沿着弯弯曲曲的楼梯，我们上了小店楼顶的露台。顿时一阵刺鼻恶臭扑面而来。从露台上望下去，原来就是菲斯规模最大的制革厂——乔阿拉制革厂。制革厂的院子里有百10个像大缸一样的池子，里面有各种颜色混浊的液体。工人们在里面上上下下翻动搅拌，沿用着几百年的古老工艺进行熟皮染色。空气中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恶臭，可能是来自鸽子粪，当地用来熟皮的原料，也可能是腐烂的毛皮。进门时，店员给了一支薄荷叶，这时最多也就是心理上的安慰而已。站在上面往下看，那一排排大缸式的池子，各种颜色的浆水，赤膊卷腿的工人，的确给人一种不常见的视觉和嗅觉上的新奇、刺激或是冲击。可若是从下面那些工人的视角看过去，想来更多的或许是对生活的麻木和无奈吧。难闻的气味一点点散去，一片嘈杂的金属敲打声越来越响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叫塞法林广场，说是广场，其实就是一小块中间只有一棵树的三角地。不过在这里感觉一下子天亮。在摩洛哥，集市叫苏克，直到16世纪，塞法林广场就是专营铜器的苏克。Okay, so behind it, there is the Qarawin University. 广场的另一面是卡鲁因大学的图书馆。卡鲁因大学图书馆始建于9世纪，馆内有许多珍贵藏书，到现在依然是正在运行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。在这嘈杂的环境中还能安心读书，看来卡鲁因大学的学生定力真的不是一般了。现在看到的是古时的一个商队驿站，在摩洛哥叫方杜克。商队驿站是古时候在贸易线上专为那些整日跋涉、疲惫不堪的商队提供住宿、歇息和照料牲口的客栈。这就是世界上现在还在运行的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——卡鲁因大学。作为一所伊斯兰学校和清真寺，卡鲁因大学初创于859年。学校在13到14世纪间达到鼎盛。学校教授传统的宗教科目，如《古兰经》和伊斯兰法学，还教授阿拉伯语言和文学、神学、哲学、医学、数学、天文学和地理学等等。其实卡鲁因大学一直都是一所宗教学校马德拉萨，直到1963年才改成大学 University。但无论如何，正是卡鲁因的兴起，带动了菲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。13世纪末开始，在卡鲁因周围建起了许多伊斯兰学校，作为卡鲁因的补充和辅助机构。他们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为来自各地家庭拮据的卡鲁因学生提供住宿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其中一所这样学校——切拉廷宗教学校。A madrasa. A madrasa is a school where we form students for the university, which is next door. All right? After spending a couple of years here to be formed, then pass an exam, which branch you want to go, and 就 then 是这样一 you 个 will, 小小的房间， if you 成 pass, 就了多少寒门子弟的求学梦。 not from the city of Fez, they give you a room here. So at the same time, it's dormitory. 下午2点了，肚子已经咕咕叫了。 Just outside
七拐八拐，导游领着我们来到一个不起眼的门口，原来是老城的一家饭店。虽然老旧，饭店里面装饰还蛮华丽的，还真是内有乾坤呢。要了一份皇家 couscous 170迪拉姆，看起来皇家对刀工和卖相好像要求不高。还有一份是导游推荐的这个店的招牌菜帕斯蒂亚，摩洛哥的馅饼，250迪拉姆。馅饼个儿不大，也没觉得有什么惊艳之处。当时的汇率是1美元换不到10个摩洛哥迪拉姆。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一个织布店，围巾、地毯、披肩、摩洛哥长袍、加拉巴，5颜6色，应有尽有。头一回见到这里有一种纺织用的材料是芦荟的纤维，据说近似于棉花，加工出来的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。老城的格局据说几百上千年就是这个样子，老旧的建筑互相之间要么连在一起，要么只留一条狭窄的空隙，说不上哪里就有一个岔口，也说不上哪里就有一个门洞。小巷的宽度和周围建筑的高度不成比例，阳光难以穿透，照射到小巷的地面。不过导游说，这种建筑格局可以有效抵御夏季动辄4、50度的高温天气。走在古城里，狭窄曲折、迷宫一样的巷道，昏暗的四周，破旧的建筑，杂乱拥挤的集市，嘈杂的叫卖声，侧身而过的匆匆行人和紧追不放、锲而不舍的小贩。有人喜欢这里，觉得刺激和新奇，也有人不喜欢，感到压抑和晕眩。出了老城，不知为什么有一种一下子彻底放松了的感觉。9 hours, but you will enjoy beautiful scenery. 穆斯林不饮酒，但超市里有单独区域可以买酒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尝尝当地的啤酒，也祝大家过年好。